各位同学，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晚上的线上读书会。上一集我们有说到很多观念呢要改变，要与时俱进。其实人生还有太多的观念需要转迷成悟转迷信为正信。举个例子来讲大家会更清楚有一位怀孕的妇人她是慈济的会员她来见上人她请示上人说，她现在怀孕，又碰到闷热的夏天这个在房间里面想在房间里面装个冷气，但因为装冷气需要在墙上打洞，婆婆很反对，因为担心动到胎气，动到胎神。可是不装的话呢，在里面很辛苦妈妈辛苦，胎儿也辛苦要装的话又反对声音，那这要怎么办呢？问上人上人回答他说，妈妈在炎热的夏天里面怀孕是非常辛苦的，为了让肚子里的胎儿也舒舒服服的成长而想装一台冷气。妈妈有这样子的母爱，妈妈就是胎神所以装冷气没有关系，不必挂碍后来装了之后呢，孩子出世也是一切正常没有哪里有瑕疵，哪里少一块肉，没有很正常这就是以行动去破迷。同样有人生产过后呢，坐月子，整个月不敢洗头担心会什么？担心会有头风上人知道后就说有炎热的7月里面呢，坐月子的不洗头，这样人怎么会舒服呢？情绪跟心情怎么会好呢？产后忧郁症就是因为这样而引起的你看，这是上人的开始还有一位会员他虽然很虔诚拜佛信佛，但是不是学佛啦，也在自己的轿车的挡风玻璃贴上佛陀的法照，希望佛陀能保佑他呢行车平安，出入平安。有一天呢，他车子开得太快，发生车祸了，在医院里面治疗了一段时间后出院了。他在委员的陪伴下呢，来见上人他很疑惑，我这么虔诚的佛教徒，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他就跟上人说，上人，像我这么虔诚的佛教徒，为什么我发生车祸时佛陀没有来救我？他很疑惑，问上人。上人回答说，有佛陀有要去救你但是你车子实在开太快了，佛陀根本就追不上。这个也很搞笑这个是习惯，开车的习惯不好要自己改，而不是求菩萨，也不是求佛。念佛拜佛不能有所求，不能谈条件。不幸出车祸不能怪命运不好，而是自己开车习惯不好，或福报不好，无辜被撞。出车祸不一定是我们撞别人，可能被别人撞也不一定对不对？那一个人这么多人不撞，怎么撞你呢？对你的福报比较不好，趁虚而入所以不是改名字或改风水，而是改自己的习惯，改自己的观念，改迷信的观念为正信的观念总不能命运不好就怪政府那面相不好就怪父母都是别人的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自己要从自己身上去改。也有一次呢，一对年轻的夫妻档的志工太太生了一个女儿，那他们认为呢，做慈济后生了一个孩子，感觉很有缘他们呢也不敢奢求说请上人帮他们这个孩子取名了，他们自己就选了5个名字，来到金舍请上人帮他们挑一个将来也可以讲说，这个名字是正言上人帮我们挑的对，与有荣焉对。结果上人跟他们讲说，你们喜欢哪一个就是好名字，最重要的是将来你们在喊这个名字的时候，孩子要知道你们在叫他，这个比较重要。
这个也是很务实啊，对，没有错嘛。幽默之中呢，也教化了弟子们呐。海外有一位慈济的大护法实业家呢，他响应上人的推述不可的这个呼吁啊，要把自己的5星级饭店里面的中餐厅呢，改为素食餐厅呢。那他就因为现在疫情呢不能回来嘛，那他就请我呢跟我家师姐呢代替他向上人请示可不可以帮他取个名字的跟刚前面那个一样要取名了。那我是深深知道上人的思维是不会帮人家取名的，但这位实业家与上人缘深，我们只好呢硬着头皮帮他去请示上人，不是我要问的，我帮他问的，对。结果上人四两拨千斤的就问我们了他的公司是什么名字啊？那我就回答，他的事业做很大，他是集团所以他那个集团叫做成功集团。我这样一讲，大概大家知道他是谁了。上人就说这个名字很好啊，那就用这个名字嘛，现在就用这个名字这样好像有帮他取名，又好像没有，真是智慧如海，又是智慧圆融对不对？这样到底有没有帮他取名字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对，有人问上人什么是风水上人说风从哪里来，水从哪里去，叫做风水什么是好风水心中有好山好水就是好风水什么是好地理起心动念合情合理就是好地理。每天心宽念纯，没有胡思乱想，每天晚上就是平安夜。每天无名一堆，庸人自扰，每天都是愚人节，不是一年只有一天每天都是愚人愚痴的人对每天心清自明，每天都是清明节。所以清明节不是一年一天，如果一年只有一天是清明，其他364天都是无明，那这样日子会非常暗淡，没有光明平安夜也不是一年一夜，如果一年只有一夜是平安，那其他364天都是不安，这样日子怎么会过得很清安呢？要365天，天天都清明节，365天，天天是平安夜。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好像很有希望，但是做起来是不容易就是因为不简单，所以才要来修炼，来调整我们的观念。否则人生都一切这么顺遂，哪有什么好修的以前有分享过佛法如果缺少了烦恼跟污浊佛法就不成立了。佛法如果不是建立在苦空无常无我之上，佛法就没有什么好修的啦。你要修什么佛法？对，刚刚讲到清明节请问诸位同修清明节跟情人节有什么相同点跟不同点？各位知道吗？先讲相同点都是要送花跟送吃的。扫墓祭拜要供上鲜花水果素食的食物情人节那天你要送花，并一起请他共度烛光晚宴所以相同点都是要送花跟送吃的。那不同点是什么？清明节那一天呢是要说人话给鬼听，那情人节那一天呢是要说鬼话给人听。这是不同点我们会说什么鬼话？情人节要说什么鬼话？山盟海誓，海枯石烂，永不分离。谁先娶谁先嫁，谁就不得好死。这些凡夫的誓言对佛陀来讲根本就是戏言因为不止人生无常人心更是无常以前不是讲过吗？生住异灭，不是吗？生日快乐也是一样，一年才一天生日快乐，其他364天都不快乐吗？愿景不够大。我自己是学佛后呢，我就从此不再做生日就像正言上人开始讲的
生日有什么好快乐的？我们的生日就是妈妈的母难日啊，有什么好庆祝的呢？所以上人也不要弟子帮他做生日，要庆祝的话，可以庆祝慈济的周年庆啊，每年5月第2个周日，3节合一啊，感谢佛恩，感谢亲恩，感谢众生恩，这样不是很有意义吗？现在如果有人生日，我是不会祝他生日快乐的，我改口，我会说祝你有生之年每日快乐，这样才是真正的生日快乐啊，愿景比较大，365天都快乐，不是只有生日那天快乐而已了。行菩萨道有3个条件，就是信愿行啊，就像鼎之3足啊，缺一不可啊。不是来做志工或行善布施，就叫做行于菩萨道上啊，不是这样啊。要信心、愿力、行动3个都具足才算。念佛法门也是一样，你即使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啊，很不容易的啊，念到一心不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缺信愿，还是不能往生净土。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体悟哦。明末清初的高僧，也是净土中第九代的祖师，叫做偶益大师，他就讲了，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啊，就是往生的意思啦，得生啊，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持佛号的意思啦，行而无信愿，不得往生啊，信愿而无行，也不得往生啊。所以你看信根是多重要啊！然而相信也不是说不问是非真假啊，就盲目的去相信啊。相信要有什么？要有智慧啊！所以刚刚不是讲说自信吗？智慧的信仰嘛。智慧是靠来自于相信佛所说的一切真理，如是我闻，以及相信自己本来就具有佛性，相信人人皆可成佛。佛是觉悟的众生，众生是还没有觉悟的佛啊。佛与众生的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哦。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不是这样子讲吗？唯一的差别在哪里啊？迷跟悟之差别而已的。佛跟众生的差别就是迷跟悟。所以心迷万境转了，心悟转万境了。心迷就会苦，心悟就自在。心迷就问题艰深，心悟就答案简单。只要你问对的人，问对的题目，正确答案就出来了。对，这个跟三知识也是有关的哈。迷跟悟的差别就在这里啊。这样的道理要深信，是一念之间呢。用一个例子来解释，大家会一听就明白了。来解释这个信根呢？什么叫信根？信根就好比是我们的手，进入了佛法的宝山，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拿取宝物。佛山里面好多宝物哦，而且可以满载而归啊！这个是你信，你信根就好，我们的手有手。那不信的就好比是没有手的人呐，没有手的人，就算你进入了宝山，看到很多宝物，看得到却拿不到，因为没有手，最后也是一无所得了，空手而归了。所以用这个解释，大家就很容易了解，信根就是我们的手一样，进入佛山里面有手跟没有手，跟你有所得跟无所得呢，这个跟这个结果是息息相关的。道心如果很容易动摇，或者心不专注的人呢，就好像浮萍一般呢，漂浮不定了。即使有信，也会无根。他有相信，但是不是信根。他什么都相信这个我也相信，这个法门我相信，那个法门我也相信，这个法师我相信，那个法师我相信，他都相信，但是信而无根，像浮萍一样。所以浮萍它很难落地生根，到处漂移，目标漂移，很难茁壮成长。
因为它不能落地生根，就是因为怎么样？目标很会飘，目标不专注的意思啦。学佛如果不能一心一志、一门深入啊，这一生不可能成就。要摄心不散，心住一境，这样才会至心一处，无事不办。这句话以前我们有讲过一次，这样一生就会有所成就了。把心安住在定境，自然就不会陷入乱境了。把心安住在求法之上，熏法香就不会困难的事情。这个要靠摄心跟至心的功夫。刚刚不是讲吗？摄心不散吗？至心一处吗？这个道理在这里啊。一心一志跟一个老师一心一志跟随一个老师，走一个道场，绝不到第二家去，绝不听第二个人，这样才是真正的信而有根呐。什么法门都参加，常常脚踏两只船，心肝的乱纷纷呐。这个叫做信而无根呐的最好的解释就是这个。所以不是要相信而已，要信根。成功者是专心一事，失败者呢是多方从事这里有念佛也去，那里有法会也去，人家邀约志工也去广结善缘是很好，但过头了变成到处攀缘，这样就不好。佛法是要拿来实践跟体悟的，不是要拿来研究的。研究佛法虽然可以造就一些学者、理论家或思想家，但这些都跟解脱无关呢，那只是一门学问跟知识而已，跟你的解脱跟觉悟是无关的。学佛不是要做佛理的理论家或思想家，而是要做佛法的实践者。佛法是要拿来实践的，不是拿来研究的。要真参实学就要身体力行叫做知行合一。王阳明先生所讲的知而不行，是为不知；不知而行，可以致知这句话也非常的好大家慢慢去体悟各种的道理唐朝的法眼文艺禅师就是一位非常重视积极实践的禅者，他修禅的。有一位学生的问这位法师法眼文艺禅师问他什么是人生之道？法眼禅师直截了当的回答：一愿叫你行，二愿也是叫你行。答案就是这样，这么简单了的人生之道啦。一愿叫你行，二愿也是叫你行。做了再说，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就是正言上人的这句话。所以发心立愿之后的积极行动，是能否愿成的关键。刚刚不是讲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吗？正言上人讲的这个做就对，就是付诸行动，也就是做事的缘起。然后做善事的时候又心无所求，这叫做性空。所以付出无所求就叫做缘起性空。缘起性空这4个字听起来很难但这样解释一听就懂，叫做付出无所求。这样一讲，大家都很容易明白了嘛。好，孔子也说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你看圣者所见的略同。你看孔子讲的坐而言，坐在那边讲话不如起来去行动，也是强调付诸行动这跟大乘佛法的思想是一致的。所以修道学佛就是要修成活佛，不是要变成不知不觉像木雕或泥塑的佛像，不是。佛法如果不能起妙用，不能度众生，一点价值也没有。所以如如不动是指对境不起心，不是要我们僵化跟石头一样，不是不是一点这个敏锐跟反应都没有，不是。学佛要学活佛，学活菩萨，
不是要学木雕、石刻或泥塑的佛像。很简单理解，发生灾难的时候，我们家里所拜的那尊佛像，他会不会走下来跑去灾区救灾啊？没办法啊，还是要靠人间活生生的至空菩萨，才有办法。对，行而无信愿，或信愿而无行，都不行。三个必须信愿行三个一体，才会成行。没有发心立愿的力量，那是筋骨的力量；虔诚发愿后的力量，那才是心灵的力量。所以要君子立恒志，不要小人恒立志。君子是立恒志，立一个很远大的志向，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不要小人恒立志，恒立志常常去发心立愿，常常呢，去设一个目标，然后目标太多了，目标分散了，目标不专注了，不要学这个。我这辈子呢，我个人这辈子只发过一次愿而已，因为过去我都在海外嘛，所以发愿要做上人的手跟脚，就简单这样一个愿而已啊，小愿啊。结果呢，这个愿发出去以后，到现在没完没了。有愿而无行，那是空愿。空愿没有力量，就好像空头支票一样啊，好像废纸一样啊，所以才说发愿有如开支票，如果会跳票，不如不开票。既然已开票，必须是铁票，发愿后还愿，这样才有效。重要时刻的发心立愿呢，有时候是翻转人生的一大事因缘，甚至因此改变的命运，就好像足球比赛的临门一脚是制胜的关键一样。人生遭遇种种的烦恼、埋怨、忧愁，或命运乖戾、重病缠身、家道中衰、好事多磨等等，了解因缘果报，也忏悔之后，再发大愿，有可能大愿有大利，而这个愿力呢，大过业力，从此呢就否极泰来，逆转人生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有很多活生生的例子。不过这个也不是绝对的不是说愿大力就大，不一定如果愿太小，业力太重，可能就转不过来了这个叫做来不及，也就是什么？定业难转，结束难逃。如果因果的问题，就要从因去下手才会见效。因解除了，果不见了同理，没有业因就没有业力跟业障，那个因还在那里，你就有业因，就有业力业障那业力跟业障要靠什么去消除呢？一旦有的话，怎么消除呢？不是靠念经做法会，也不是靠求神或求佛，是靠自己广行布施，行善造福，靠自己所造的福去转自己所造的业，叫做以福转业，以善消恶。这个上次我们也有讲过了，这几个字都是人生的座右铭的啦。业障消除了，自然是重业轻报，轻业化无业障消除的够，自然是大病变小病，小病变没病。这也是一种自然法则，也是不变的因果定律你信不信都不会影响这个道理的存在。有人说我发了愿好像有模考，就会有模考这样的说法不对。那这样谁敢发愿？一发愿就有模考，谁敢发愿？不是这样子的。有人也说这个人很爱行善，怎么命运这么不好？这样的说法也不对。那这样谁要行善你每次行善，你行善就会变成他这样的命运不好，那这样谁敢行善？这个都是不正确的想法，不是这样子的。发愿是对一件事情的勇敢承诺，从而产生不可思议的心灵力量。之所以会有障碍来模考，那是有它的宿世因缘不是因为你发愿而有这个魔障来模考，不是，不能混为一谈的。那你说很爱行善，那为什么命运不好？很爱行善，那是为来世
直福。那现在命运不好，那是前世所造的因呢，今生受其报。道理是这样子的，你现在所做的是预知来世福，现在所受的这个命运不好是预知前世因。你要知道前世有这个因呢，所以命运不好不是因为很爱行善所造成，有模考也不是因为发愿而造成的，各有各的宿世因缘呐，因果关系要区隔清楚，才不会似是而非，是非混淆啊，这样才是正知正见啊。现在正信的佛教连烧香都没有了，要烧的话一支就好，不是一大把，不是这样子的。这些香也是从砍树来做的啊，你不烧香，它就不会砍树啊；你不吃肉，它就不会杀生，道理是一样的啊。而如果没有香可烧也没关系啊，就用新香嘛。既环保又虔诚，不是吗？何必执着于有形的一根香？现在我们是无形虔诚的新香啊！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在做了嘛。你说结婚要挑日子选时辰吗？那些离婚的人当初结婚的时候，难道没有挑日子选时辰吗？那些工厂倒闭的，当初在开工在动土的时候，没有挑日子选时辰吗？不是说挑日子不好了，不是这个意思了。总是要选一天啊，要不然你什么时候动土，什么时候开工，什么时候结婚，总是要挑一天嘛，对不对？意思不是说不要挑啊，意思是说不要刻意，不要执着，不要迷信哪个时候才是最好，哪个时候不好的。因为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这个就是正念，就这是正信。我们吃自己的饭，去做帮助别人的事情，这样做有没有功德啊？心中没有为功德而做的念头，这样就有功德了。做善事一直想到功德，那这样再做再多都是有漏的功德，都会漏掉了。行善布施、慷慨解囊是值得赞叹，但是一直执着我捐多少钱，我帮助多少人，甚至要人家恭维我们、赞叹我们，或捐救护车给医院啊，就在车上呢漆上自己的名字啊，对，或捐钱盖学校的礼堂，就以自己的名字来为这个礼堂命名啊，这是某某某礼堂，大拉拉的挂在正中央啊。还有一种是捐钱要盖寺庙，大家都想捐龙柱，因为柱子上面可以刻上自己的名字啊。这些奉献，老实讲都是功德无量啊。但是如果不着相的话呢，让这些功德不漏，那就更为圆满了，可以更上一层楼，做得更好了啊！这个叫做什么？佛法上叫做什么？离相修福得清净福报，离相修慧得清净智慧啊！今天晚上我们所讲的都是正信的思想，心中有正信，我们才会心正气盛邪不侵啊，心开意解福就来，心诚意正运就通，心宽念纯业就消。今晚我们读书会就到此结束，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再见。那是生生世世为